爱与力量的终极合体，强袭自由高达2式和非凡强袭自由高达设定解析，横扫千军的究极兵器登场，机动战士高达 Seed Freedom 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ZGMF-A262B 强袭自由高达2式，是奥布曙光社于 CA75 年为 Compass 组织提供的其中一款新型机动战士高达。该型机体从名字和外形就能很明显的看出，强袭自由高达2式其实是在强袭自由高达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机体。虽然机体的额头上还保留着原有的型号不变，但机体诸多方面都已经进行了重大改进。而之所以会对强袭自由高达进行重大改进升级，是因为曾经发生了一场高达抢夺的事件。尽管这场抢夺事件在 Foundation 王国的帮助下得到制止，但还是引发了战斗，导致强袭自由高达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于是，在对受损的强袭自由高达进行回收之后，便送到了奥布的曙光社进行修复改进，然后就将其封存在了奥布的小之岛地下格纳库当中，直到要与 Foundation 王国进行决战时才得以解封，重新投入使用。跟原来的强袭自由高达相比，强袭自由高达2式保留了部分原有的装备和子系统，比如动力装置还是继续沿用光辉传递者推进系统。该系统通过消耗能源产生光压，就能为机体提供强大动力，所带来的机动速度至今仍是顶尖般的存在。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武器装备也是沿用了原有的配置，这些装备分别是手持使用的 MAM21KF 型高能光束步枪、8组 ECFU3X 型超级龙骑兵系统和多重目标火控系统。因此，改进之后的主要作战模式仍跟原来一样，可通过多重目标火控系统在中远距离的范围对敌进行精确打击。像原有的全爆发模式，在强袭自由高达2式上同样也具备。该模式只要一启动，就能在更大的范围给予敌方强有力的火力打击。如此强大的火力输出非常容易改变掉战斗的形式，而这对于潜在对手来说将会是个巨大的威慑。对手如果不提前熟悉强袭自由高达的性能，将很难在战斗中取胜。然后就是在防御上，强袭自由高达2式仍继续沿用 VPS 装甲，该型装甲在防御实弹武器和能耗方面的表现都已经达到了最佳水平，但与这一时期对手机体使用的 FT 装甲相比， VPS 装甲对光束武器的防御比较弱，一旦被光束武器攻击命中，就有可能直接损毁。为此，在2个手臂上装备有光束盾发生器，来用于防御光束武器在内的各型武器的攻击。而与强袭自由高达有所不同的是，在强袭自由高达2式手臂上装备的是 MMIX220 型非凡光束盾发生器，替换掉了原来的 MX2200 型光束盾发生器，并且还在超级龙骑兵系统的8个单元上都安装了光束盾发生器，这样就能像拂晓高达那样，可在自身周围灵活地构起一面巨大的光束盾，从而将防御的范围不再局限自身，就像保护伞一样，随时为友军单位提供防护。然后就是腹部位置的武装，也由原来的 MGX2235 型烈火副烈位相光束炮换成了 AQM-S2028 型陀思多超高脉冲炮，其特点也是所输出的攻击威力较为突出，十分有利于去打击宇宙战舰之类的大型目标。而在机体腰部两侧的磁轨炮也从原来的 MMIM15E 型其余3磁轨炮换成了 MMIM16XE5 型飞鱼座磁轨炮。该武器是以电磁的方式射出弹丸向目标进行攻击，所射出的弹丸初速很高，通过高速产生的动能给予目标巨大的破坏力，十分有利于去打击使用 FT 装甲的机动战士。不过此时对手使用 FT 装甲的机动战士的性能表现十分突出，仅依靠这2门新换的磁轨炮并不足够，为此在这2侧位置新增了2把试制的35型磁轨突击步枪，以便强袭自由高达2式根据目标特点去更换手持的武器，如果有必要，在后腰位置还能再多携带1把武器，这样一次出击最多可携带3把试制35型磁轨突击步枪作战。同时在这个位置配备的光束剑也进行了更换，换成了 MAM03D 型尖锐蝎虎座光束剑，其用法仍跟旧款的光束剑一样，2把光束剑既可以分开双手持用，也可以将2把光束剑组合成双头长戟后使用。虽然光束剑在性能上已经没有什么可大幅度提升的地方，但却是对付新式装甲 FT 装甲的最佳利器，所发挥的效果跟斩杀多数机动战士没什么区别，只要抓住对方的间隙就能一击毙命。最后是机体头部这个部分也进行了调整，其中头部安装的2门近防火神炮换上了 MMIGAU2A 型啄木鸟2近防火神炮，该武器的口径跟原来一样都是31毫米，
作用都是用于打击敌方各种小型目标或防御来袭的导弹，来为机体最后一道防线提供重要支撑。而除此之外，强袭自由高达2式的头部还有一个重大更新，那就是在额头这个位置安装了全新的武装，而这个武装便是 EQMY148型破坏者收束重核子光束分裂炮。该型武装属于是高阶型的光束武器，其在启动之后就会发射出极细的光束，这时被该光束照射到的部分就会在原子层面发生崩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会抑制核裂变反应，由此使其分解后消失，而不会引发炸裂性反应。这样只要该光束扫射一圈，被扫到的目标就像是被锋利的刀刃在整体上切割开来，无论什么样的材质都无法在物理层面对其进行有效防御。拥有如此奇特的毁伤能力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与其他机动战士装备的武器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级，而且只要80%的输出就能瞬间切开要塞级别的大型目标。也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特点，使得破坏者收束重核子光束分裂炮成为了无法防御的终极兵器，其武器的性质可以说完全达到了战略的级别。这也就造成了破坏者收束重核子光束分裂炮在使用前需要极度慎重，只有先获得了 Compass 组织总裁拉克斯的授权才可以使用。为此将机体的驾驶舱改造成了双人驾驶舱，以并排的方式新增了拉克斯的位置，以便驾驶员在战斗时向拉克斯提出申请后快速获得授权，从而以达到短时间内对敌实施重大打击，改变整个战场形势。同时这个驾驶舱也换成了全景式驾驶舱，使得驾驶员的态势感知能力相较于强袭自由高达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甚至驾驶员在和拉克斯进行意识连接之后，就能精确捕获到障碍物背后的目标，这样就能使破坏者收束重核子光束分裂炮连同障碍物一起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从而令对手毫无还手之力就遭到了毁灭。然而如此强力的武器却对能量的消耗很高，尽管强袭自由高达2式使用上了核聚变反应堆作为动力，但仍不足以去供应其巨大能量的消耗。为此将原本提供给飞升自由高达使用的新型背包装备转移到了强袭自由高达2式上，通过新型背包所带有的能量解决了巨大能耗的问题。而这个新型背包便是型号为 MD-E262S 的荣耀捍卫者。该型背包是由基拉大河与艾伯特海因莱因一起主导开发的装备，其内部设有驾驶舱，采用的是骑乘这一比较少见的方式进行操纵。不过按照原本的计划，荣耀捍卫者就像脉冲高达那样，以无人自主飞行的方式自动与机体进行对接，但是这部分的开发进度未能赶上与 Foundation 王国的战斗，所以暂时改成了有人驾驶的方式进行应对。尽管在对接的过程中还需要手动微调，但在阿尔伯特海因莱因的精确引导下就能保障顺利对接。而当完成了对接以后，机体的能量就会瞬间完成补充，而且除了能量之外，荣耀捍卫者还携带有推进剂和冷却剂，能让机体的状态在短时间内得到全面恢复。像因防御敌方高密度的攻击而导致过热停机的 VPS 装甲，就可以在荣耀捍卫者提供冷却剂补充后恢复使用。而这一点在 Compass 组织与 Foundation 王国的决战中就得到了体现。当时基拉大河所驾驶的强袭自由高达2式遭到了两大强敌奥费拉姆塔奥和修拉塞尔彭坦的轮番进攻，结果不但使得 VPS 装甲进入到高频运作状态，导致功能跟不上消耗，还使得 VPS 装甲因过热陷入到了停机的状态。就在修拉塞尔彭坦要给予基拉大河致命一击的时候，阿斯兰驾驶的魔蟹及时赶到挡住了对方的攻击。与此同时，拉克斯驾驶的荣耀捍卫者也及时赶到提供支援。就这样，强袭自由高达2式便卸下背后的龙骑兵系统，与荣耀捍卫者组合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并且组合后的新形态还使自身的战斗能力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个强袭自由高达2式与荣耀捍卫者组合后的新形态，便是型号为 ZGMF-A262PDP 的非凡强袭自由高达。可以看到，原先后备的龙骑兵系统已经卸下，在让出后备的接口后装上了荣耀捍卫者。虽然龙骑兵系统在攻防两端上的功能无法使用，但荣耀捍卫者在攻防两端的性能要比龙骑兵系统更加强大。其在展开了以后，通过精神感应的纳米粒子就会在机体周围形成球形屏障，所发挥的防御效果就如同绝对领域一般，无论什么样的攻击都无法穿透纳米粒子构筑的防御。而且纳米粒子还能产生高压电流，可在对周围大量的目标完成了锁定之后，直接输出高压电流向锁定的目标进行攻击，由此给予敌方的装备造成重大破坏，从而使得对方陷入到瘫痪状态。
所带来的毁伤效果将会对整个战场的形势带来巨大影响，其影响范围之大就足够左右整个战役的走向。除此之外，荣耀捍卫者还携带了一把对剑刀不都御魂，该武器属于是日式刀剑造型的实体武器，专门用于对付敌方那些装备了 FT 装甲的机动战士，其锋利程度很容易就贯穿对方机体，造成重大破坏。算上腰部本身就有携带的光束剑，这样就能同时手持光束剑和对剑刀不都御魂进行战斗，去应对在战斗中遭遇到使用不同类型装甲的机动战士。也正是基于以上强大功能，让基拉大河在与 Foundation 王国的战斗中战胜了由奥费拉姆塔奥所驾驶的黑骑士小队加楼罗，从而使 Compass 组织率领奥部和地球联合对 Foundation 王国发起的决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